末世降临，丧尸肆虐，有些人觉醒了，也有些人挣扎着求生，而我却在末世开启了商店。我这里可以出售各种无法想象的强力道具和武器，还有美味的食物和强大的异能。而从此刻开始，这个世界将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。请宿主确认店铺位置。这地方除了这小破屋之外，啥都没有。开店确定会有顾客来吗？而且不是说好了这次来的是末世，咋地？是要开坟场啊？请宿主确认店铺位置。系统这家伙智商不行，问了也是白问。确认，就那间破茅屋吧。恭喜宿主店铺设立成功，万界商铺已启动。恭喜宿主获得新世界奖励，请自行查看。恭喜宿主解锁种植地，解锁特殊商城。恭喜宿主获得1000积分，恭喜宿主获得免费10连抽。咦，宿主，你刚才是不是骂我了？没有，这反射弧能怪我说他没智商吗？黄药师随手将豆豆滴溜起来放在地上，拿起种子和成长水朝种植地走去。看来这一次主要出售的物品之一就是这种籽种出来的东西了。不过系统在每个世界卖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没种出来之前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宿主已成功种植，是否为店铺命名？就叫万能小店吧。命名成功，主线任务已激活，成为神级店长。当前世界新手任务，接待第1位客人，奖励自动做菜机器。这个倒是不错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做饭，先把10连抽了。这破运气从来就没好过。哎呀我去，居然还有2级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欧飞首航？我终于从飞球变成欧皇了。以后你就叫第一，去守这门吧。取名字什么太麻烦了，还不如用序号来代替。这次系统只给了1000积分，那就先买点烟花招揽下客人。宿主，请选择异能。选个念力。行了，万事俱备，只差来客了。吃了一个馒头，又喝了一瓶水，黄药师上楼回房休息了。而外边的烟花几乎快响了整整1夜。这种时候，到底是哪个疯子自寻死路的放烟花？知道你饿了，别跟在我后面，一会儿踩到你。主人，打开门。好的。这么多的丧尸在这里，很影响我做生意啊。卧槽，向日葵，这和游戏里的好像，这是要给我整个真人版植物大战僵尸是吧？哦不，是大战丧尸。果不其然，最前方的3个方框已经解锁。不过系统，这东西长在这里怎么卖？宿主请放心，只需将其移出地面，就会自动缩小，危急关头放到地面便可战斗。黄药师把坚果和豌豆射手放在了展柜里面，而接下来的几天了，除了吃就是睡，除了睡就是放烟花。系统，瞅瞅你选这破地方，这也太偏了，统共就只有1000积分，这几天1分没挣，光买烟花就花了我80。而此时，外面有3个人已经悄悄来到了这里。是这里了吧？应该就是这里了。这鬼地方可真难找啊！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会不会是官方的人？我们快点过去吧。万能小店看着确实和末日有点格格不入，还是进去看看吧。看那里，咦，居然有向日葵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小鱼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看看而已，又不会怎么着，怎么能随便用异能伤人呢？这也太不讲理了。陈哥，你真好。应该的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齐德龙听着2人的对话，缓缓摇了摇头，继续前行。而同一时间，黄药师正坐在收银台后打瞌睡，习惯了前一个世界每天人满为患，乍然变成现在这样，他确实不太习惯。不过就在他快睡着的时候，警告！警告！有人试图偷盗商品。哟好，来客人了，有什么需要吗？外边的东西是你弄的？对啊，刚才我家小鱼就是想看看那几个向日葵，你干嘛要对他动手啊？他又没有恶意，你看他手都被摔破皮了，你还不快道歉？自己耐不住好奇心，偏要去看。别说是受伤，就算是死了，那也是自找的。呵呵，道个歉而已，又不会死。这个男人怎么长得这么好看，比齐德龙还好看？小哥哥，你别在意，陈哥就是太担心我了，他不是有意怪你的。不过我没什么大碍，不用你道歉的。你就给我介绍一下你这个万能的小店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滚！我只是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做错了事情不道歉，你还有理了？陈大哥，你别生气，我没事的。哎，真头疼，这俩人吵死了。终于安静了。这位帅哥，你是想买东西吗？还是你想为他们报仇？
你是想买东西，还是为他们报仇？我和他们不熟，不过是来的路上碰见，结伴而行了1天而已。这俩蠢货现在还没彻底适应末世，早晚都要死。这位店长，烟花放了整整2天，门口却不见一个丧尸，甚至连个丧尸的尸体都没有，说明这里的人很强。这么强的人还敢挑衅，只能说是自己做的。那你需要买些什么？我可以自己看看吗？当然，请便。几位远道而来，不打算进来看看吗？这2个哦，这2人是来闹事的。放心，只要遵守店规，不闹事，店里非常安全。第一，将地面清理干净。这居然是个活物！这是你的异能吗？不是。那我能不能摸一下？不能。真的不能吗？你叫我黄店长就行。好，这些都能购买，对吗？对。那这个卖吗？这只熊的实力少说也有2阶，若是带在身边的话，能多一层保障。暂时不卖。那结账，这些需要用什么换？用金盒或金子。需要多少金盒？将金盒放进去，确认购买物品会自动结算。齐德龙没有犹豫，将身上的金盒都拿了出来，只留了2颗用来提升异能留作备用，其余的都被他放了进去。恭喜！恭喜什么？店内仅有10张金色 VIP 卡，第1名进店消费并且初次存入积分超过1000才能获得，以后店内商品皆可打8折。1阶金盒100积分，2阶金盒200积分。我投了9枚1阶金盒，2枚2阶金盒，加一起是1300积分。也就是说，购买了这些东西才花了16积分，按照8折来算，原价就是20积分，连1枚金盒都没有用去，怎么会这么便宜？老板，我们也能购买吗？金卡怎么才能办？黄老板，这酸辣土豆丝怎么卖？馒头怎么卖？这个奇怪的绿色东西和棕色东西是啥？这看起来很像是小时候的小玩具。别吵。黄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些队友是太激动了，你别在意。没关系，金卡不能主动办理，除了第1张之外，剩下的都会由我指定或者作为活动奖励来发放。馒头、水、咸菜都是2积分，酸辣土豆丝4积分。至于那2个是豌豆射手和坚果，前者100积分，后者只需50积分。哦，黄店长能不能把金卡给我们？不能。我们存入1000积分也不行吗？黄店长能不能通融一下？黄店长，这2样东西有什么用处？豌豆射手实力1阶，可直线攻击100米之内的敌人。坚果在前方形成2米防护盾，阻挡敌人靠近。使用方法放在地面上。多谢店长。这样热气腾腾的馒头已经很久没吃到了，太好吃了。以前不觉得这些食物有多珍贵，现在再尝到，真是满满的幸福。这土豆丝也好吃。大哥哥，我们也想买东西。我没有妹妹，另外我出货，你们出钱，概不赊账。知道了。玲丽姐，她好可怕。嘘，小点声。同是异能者，怎么他的压迫力这么强？成功接待第1名客人，自动做菜机器已发放。当前任务：卖出10株植物，5枚1级种子，100经验值。100经验值倒是不错，积分本来只剩920，刚才这男的总共消费136已经到账。解锁物品需要积分，店铺升级也要积分，还能兑换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，感觉像玩游戏一样，而且是自己能够完全做主的真人游戏，这可比那些手游、网游什么的好玩多了。黄店长，确认购买物品，将金盒放入机器就行。如果有金卡的话，就能省下74积分了。黄玲丽一行人带着剩下的1个坚果，还有50个馒头、50碟咸菜、50瓶水，再加上5份酸辣土豆丝离开了。这下好了，有这么多东西，咱们短时间内都不用挨饿了。是啊，如果咱们能多来些人，就能够多带些东西回去了。没错，这些东西虽然多，但其实回去1分就不剩多少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东西藏起来。你在说什么？那里有我们的亲人还有伙伴，在这末世之中，如果我们不能团结一心的话，人类还怎么生存？对啊，只要我们努力一点，大家都能够活下去。现在不是还有这万能小店吗？到时候我们买了豌豆射手，大家就都可以帮忙了，生活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完全可以将家人带出来，谁能保证黄店长这里来的人不会越来越多？到时候还能让我们养活所有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就在黄玲丽这边的气氛变得较为沉闷的同时，齐德龙已经离开了山脚，刚走了没多远，就看见了一个丧尸在原地徘徊。看来大多丧尸都被黄店长解决了，有这位黄店长在，以后的日子也应该不会太苦。先试一下这豌豆射手的能力。黄店长说会对直线100米之内的敌人进行攻击。
这豌豆射手对于我来说用处确实不是很大，不过要是有5个、10个、50个或者100个，那就相当厉害了。这只是1阶植物，以后这万能小店里绝对还会有其他的新品种出现。这东西要怎么收回来？携带倒是很方便。希望下次再来能够有更多的好东西。这位店长这么强，我得多攒一点金盒，说不定以后能够在这里养老。而另一边，黄玲丽5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赶路，好不容易才回到石城。这时已经是傍晚，房屋两边有不少丧尸游走着，比他们出去前多了很多。他们屏住呼吸，轻手轻脚的往前走，但是出去时是轻装上阵，回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背了满满一背包的东西。尤其是在距离丧尸只有2米的时候，他们简直就是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生怕发出一丁点的声音引起对方的注意，让自己陷入了危难之中。然而越是紧张就越容易出错。快跑！这里的丧尸实在是太多了，怎么办？没想到居然真的有用，这种神奇的东西都能够拿出来卖，那得有多强啊！吓死我了，差点被追上。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这么神奇，还好有它，不然我们就全完了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别自责了，我们这不是都没事吗？可是买的筋骨没了，那可是能救命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不就是半颗金盒吗？我们明天去杀回来，到时候再去黄店长那里买就是了。说的那么轻巧，大部分丧尸都在大陆附近，城内又不是只有我们，哪里是那么容易杀？下次再想离开石城都有点难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黄店长，这几天烟花不断，所以城外是开了个店铺。他们就是从城外回来的。我看见那个女人随手一扔，就是一个2米高、2米宽的坚果墙。那群丧尸砸了足足5分钟才消失不见。慕言，你去叫老雷他们准备一下，明日一早出城。是，队长。或许这就是乱世中机缘的一种呢。你们刚才都看见了，那也太神奇了，简直就是救命神器。现在已经可以肯定，每晚放烟花的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他们能得到这好东西，我们必然也能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晚上8点，黄药吃打了个哈欠，种下4朵向日葵，看着剩下50阳光值，露出一抹微笑来。向日葵已经20朵了，到明天一早就能够获得4000阳光值，到时候再种下20朵，就暂时够用了。想着，他吩咐第一关的店门，上楼洗澡去了，躺在浴缸里清点今天的收获。积分从920变成了1436，有自动炒菜机可以用来点菜，那食物就先不用解锁了，逛逛特殊商城看看有什么。都什么鬼？现在只能看到7阶的东西，还是要加油赚积分呢。之后，黄药吃花费了500积分解锁了剑影卡牌，36积分解锁了1级匕首，还有刀以及衣服，然后就休息了。等他睡着后，外边的烟花再次响起，而外边已经走到门口的几个人听见这声音，原本还算平静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有些苍白。我操！这本来想着早点来，能早点得到东西，怎么还放上烟花了？该不会是故意让我们开涮吧？秋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别慌，这里的人一定很强。看那烟花，众人朝着烟花箱子看去，就发现那些丧尸根本就没附懂烟花，而且现在已经来了几十只丧尸，依旧没有奈何的了那个普普通通的箱子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那我们赶紧进去，只要进去就安全了。他们尽量克制了声音，而这敲门声比起来烟花声就是小巫见大巫，所以没有引起丧尸的注意。只不过没一会儿功夫，那边丧尸就已经多不胜数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最多不过是10分钟，他们就会被丧尸发现。完了，我们这回死定了。我们就不该趁着夜色过来的，这下好了。这件事怪我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也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好啊，还为了我们所有人好。他马上就要害死我们了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有这时间，还不如想想怎么逃离这里。你他娘的放屁呢！这个时候还想逃？拿什么逃？还是等死吧！都冷静点，我们破门进去，虽然会惹到这里的人不愿，但也没别的办法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秋哥受化后是我们7人之中力量最强的，就连真正的力量异能拥有者也不如他。这是什么门？居然一点事都没有。然而没有时间留给他们思考，因为这一声巨响已经引起本就离他们并不远的丧尸群的注意，一个个嗷嗷叫冲了过来。完了，丧尸过来了！早知道就不跟他们一起行动了，现在好了，命都要没了。不行，丧尸实在太多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呦我去，丧尸闯不过来。是啊，武器能出去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机遇。
这次咱们可真是来对了，发了啊！刚刚不知道是谁说秋哥要害死我们了，墙头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分组安排击杀丧尸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被丧尸抓到，那只能怪自己倒霉。秋哥说的对，那我就和佳佳一组吧。表哥，我也和你一组吧。嘿嘿，强大的感觉就是爽啊！也行，柱子这小子虽然没有觉醒异能，但块头大，而且力量也比普通人强了不少，能够拉拢过来。以后我在队伍的话语权就能高一些了。怪我了，刚才不应该和他针锋相对，这不是把人给往外推吗？那我和生化一组。我们先来吧。佳佳，你身子弱，去一旁休息，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。谢谢彪哥，不客气。每次杀丧尸，他都是躲在后面，啥也不是，就会哭哭啼啼，有危险还得先保护他。哥，我们这些人杀多少丧尸就得多少金盒，食物每天都是一起的，只有那个梁一家只吃饭不干活的。你没看出来吗？彪子喜欢他，宠着他，而且彪子是火系异能，人多力量大，懂不懂？唉，没办法。就这样，6人轮番休息着或连夜。虽然杀了不少丧尸，可这周围依旧是丧山丧海，让人望而却步。就在一行人都累得气喘吁吁，不再行动的时候，你是这里的店长，叫我黄店长就行。竟然会有人傻到在我放烟花的时候赶过来，难怪今早起来发现系统半夜提醒我有人攻击店铺，不用猜都知道他们是不知道丧尸无法靠近店铺，所以被逼无奈才试图闯进来，情有可原，并非故意，就原谅你们一次。黄店长，你稍等。我操！这一滴血都没留下，这是小宠物吧？宠物都这么厉害，那这位黄店长该强大到什么地步？我是才半个月，怎么差别却这么大呢？难怪对方敢在这种地方开店，还敢接二连三的放烟花。这些丧尸放在那里让我们杀，一天都杀不完。没想到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、可爱到不行的小狗，只是一下子就秒杀了这数不清的丧尸。黄店长，那些金盒呢？不会就这么烧没了吧？你们是来买东西的？是的，进来吧。哦，快看，竟然有吃的，馒头、水、咸菜、酸辣土豆丝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吃的，还有刀剑，干净的衣物，太棒了！这里，黄店长，冒昧问一下，昨日是否有人在此购买了类似于坚果模样的东西？我就说怎么会有人傻到半夜来这荒郊野岭，原来是看见了之前那伙人使用坚果了。有，在那边。明明刚才还没有的，怎么突然就？这是怎样的实力才能做到？这一刻，秋裤对黄药吃越发佩服，同时在心里面下定决心，绝不能和对方结仇。这个怎么才能买？还有其他的吗？金盒可购买，至于其他的嘛，3小时后有货。哦，不知这坚果需要多少金盒？一枚一阶金盒100积分，一个坚果只需50积分。什么？只需要50积分，而一枚一阶金盒却能换100积分，这怎么可能？年纪轻轻的，怎么耳朵就不好使的？看来有必要让系统将这些标价、介绍什么的都贴在每个物品的旁边。抱歉，是我太激动了。这位店长一定是来帮助我们的，不然怎么可能会卖这么便宜？应该是因为不想被我们围着感激万千，这才特意弄了个商人的身子嘛。这世上竟有这样无私奉献、不求回报的高洁大义之人。这一刻，黄药吃在他心中的形象无限拔高。那些食物怎么卖？黄药吃将价格一一叙说，本来只是猜测的秋裤，顿时将想法完全坐实了。其他人当然也是不敢相信，甚至有些百思不得其解。你们想要什么自己挑吧。每个人手里都有金盒，想买什么都可以自己买。很快，大家挑了不少吃的去柜台付款，并且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店内积分卡。嘿嘿，我看秋哥刚才的卡似乎和我们的不太一样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应该都一样的吗？我也不懂，不过我刚才买东西打了9折。为什么？凭什么给你9折，而我们没有？嘘，你不想要命了？黄店长那么强的一个人，如果生气的话，一巴掌都能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拍死。这家伙可倒好，还敢明目张胆的表达不满。还好，应该没看到。黄店长，这些需要多少积分？1022。哎，怎么会这么贵？最稀缺的食物都那么便宜，1颗金盒都用不到，怎么我就选了几身衣服而已，就需要10枚金盒？确定不是在抢吗？1分价钱1分货，这是一阶装备，防御性强且方便。哦，这是真的吗？彪哥，喜欢就买，不用这么多，我要2套就行了。金盒还是得省着点用。彪哥，你杀丧尸也很辛苦的。没事的，你的安全更重要。彪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呸，白莲花，我不对你好，还能对谁好啊？说着，彪子从身后的背包里取出了13枚金盒，顺带还给自己挑了个帽子，最后付了1222的积分。走，吃点东西去。好的，彪哥，你先去。黄店长，
我很好奇，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去救人啊？我觉得以你的能力，一定能够成为被众人敬仰的大英雄。如果这位黄店长愿意跟我们一起走的话，那我们就彻底安全了。而且他还有那么多的好东西，我们也能用得上呢。而黄药师一眼看出他的打算，连搭理都懒得搭理他。呵呵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当所谓的大英雄，在我看来，摆烂的同时还能升级，更加逍遥自在一些。再者，我只是一个来自异世的陌生人罢了，我可没有管闲事的闲心。11点钟，重新获得1000阳光值，黄药师兑换了5个豌豆射手，剩下的换成了10个坚果。而秋裤等人在看见坚果多了起来以后，纷纷起身走了过去。第一，今天不想做饭，去点2个菜过来。说2个就2个，去再拿2个馒头来。很快，黄药师就拿着馒头就桌排着吃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系统出品的东西确实好吃，但比我自己做的还差点意思。而这一幕刚好就被门外刚看完电龟的几人看见，以及店里准备的秋裤几人。哎呦，这个机器可以做出美味。我也要来1盘排骨，15积分1道菜，这也太便宜了吧！吃肉啊，我也要点。队长，我们这是什么人间天堂啊？居然有肉！队长，店长你好。你也好，你也好。大可不必这么敷衍。请问那些东西该怎么买？将金盒放进去就能得到卡。好人看了眼一旁贼眉鼠眼的慕言一眼，对方在他的示意下，立马把身后的背包递给他，而好人将里面的金盒全都倒了出来，一股脑儿放进了机器里面。这位店长，叫我黄店长就行。黄店长，这卡是昨日就已经有人来过，还有今天这伙人，就算他们每一伙人都只用1张卡，也不至于是002吧？这是会员卡，店内商品可打9折，你这是第2张。这卡是怎么才能获得？听了这话，秋裤一行人也都竖着耳朵偷听起来。第1张是积分达到1000，你这张是达到5000积分，穿着斯文干净，比那群人看上去过得好很多。短短半个月的时间，4个人就能存够5000积分，真富有啊！不知道他的包里还藏着多少金盒啊？原来如此，那银卡还能怎么获得？5万积分可办理银卡，谢谢。随后几人就去自动炒菜机那里点菜去了，而好人虽然也饿，却并不急着吃东西，而是在各个展柜前转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了坚果和豌豆射手的前面。此时秋裤也已经吃得差不多，见此连忙也赶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好人正一手拿了一个坚果出来，秋裤赶紧去捧起了4个，冲着他微微一笑，正想喊人来抢，却见好人已经将手里的2个装进了口袋里，然后把剩下的4个也都拿在了手里面。然而这还没完，好人把手里东西装进口袋，把那5个轻轻晃动豌豆射手也给收了起来，最后是一旁画着一道黑影的卡牌。这他妈真是雁过拔毛啊！你们是打算在店里闹事吗？凡事也得讲先来后到吧，你就这么把东西全给抢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谁知道呢？我只看见你们忙着吃东西，可没见你们在意这个。他妈的，我们在这里等了整整3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3个小时前是没有这些的，否则他们不可能等。那你们再等3个小时好。你兔子，走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这人明显是想让我们先动手，从而来试探黄店长，到时候追究起来是我们先动了手，对方不仅能够撇掉责任，还能确认黄店长的能力。这孙子真够阴的！别冲动，你忘了黄店长了。看来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看见的，否则不至于怕成这个样子。黄店长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些是什么？分别有什么用？豌豆射手，实力一阶，可直线攻击100米之内的敌人。坚果在前方形成2米防护盾，阻挡敌人靠近。至于这张卡牌嘛，撕碎可召唤1名剑影，只听从卡牌召唤者的命令，实力2阶。哦，黄店长，这卡牌还有吗？当然，管够。而在门口的秋裤几人连忙又转头回去拿卡牌，价格都没有问就直接付了款。卖出10株植物已完成，获得5枚1级种子，100经验值。当前任务累计接待30名顾客，任务奖励果汁机10枚1级种子，当前已接待17人。果汁机倒是个好东西，算起来已经好久没有尝过果汁的味道了。不过只有机器没有水果也是白费，30名顾客只差13位。如果这些人出去了之后宣传得当的话，很快就能达到。希望这些家伙能够做点好事，让我能早点喝上果汁。嘿嘿。这2700积分的手机能玩游戏，还不错。能看电视吗？当然能啦。那行吧，再把我的异能提升到2级。好的，扣除5000积分。就在黄药师正在玩游戏的时候，秋裤已经带着一行人远离了小店。这一路倒是没有遇见什么丧尸，不过除了生化与秋裤兄妹之外，其他几个人的神色并不是很好看。秋裤的银卡很难不让人心动。秋哥，我看刚才那位队长的银卡是那些人共用的，9折，看似很少，实际上一点也不少，1000积分就能省100，那可是1枚金盒。你也知道人家那是队长，我哥又不是你们队长，而且我们一直以来都各拿各的金盒。再说了，
你们的金盒有在队里一起保存吗？话是这样说，可我们不是一伙的吗？互相帮助一下也没什么吧？他说的有道理。对啊，大家都是一伙的，大不了我们需要什么，把积分充到你的卡里就行了，就是费点时间。但我们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了，对吧，彪哥？对啊，而且多省一些，我们就能够多活几天。你们还真是跟条狗似的，嗅着肉就舍不得放了。他们当初是哪个傻说要各分各的，你们不是都生怕吃亏，非要同意？其实也不想想竞合对你们有啥用，而且当时你们杀丧尸了吗？上表来之前，这俩人一个比一个胆小，遇到丧尸都不太敢上前，都在后面划水。若不是我们护着，俩人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后来听说竞合各拿各的，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积极参加战斗。呵呵，现在看见好处了，立马又想白嫖。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呸！还好意思在这里道德绑架，你们贱不贱呐？神话，你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就说了，怎么着了？有本事来打一架啊！再说了，我骂啥你就赶着对号入座，感情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啊！我还以为你真的一点都不要脸呢。你找死！行了，你们真觉得有道理，这是应该的。是啊，秋哥，我们也不是像神话说的那样道德绑架，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？我们都知道秋哥人心善，我们就算不说，秋哥也不会不帮的。你说的不对，我心不善。此话一出，丧彪几个人神色僵住了，其中最属丧彪不明所以。当初他被丧尸追杀，还是秋裤带人救了他，之后他才觉醒。当时得到力量的喜悦之情，几乎让他整个心脏都在躁动。秋裤说了什么？他说他心不善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你别生气，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。不会怪他，他凭什么怪啊？他有什么资格？这就把自己给当回事了呗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而不是像这样舔着脸说屁话，真是让人开了眼了。哎，以前给吃的是不想有人死亡，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。到今天话说到这份上，这几人也没有再留的必要了。我虽然脾气好，好相处，可我不是什么圣母，在这末世中最要不得的就是同情心。邱小姐，你知道的，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活着。活你个大头鬼！你想活着管我哥什么事？看见你就心烦。秋哥，你看这别说了，确实不能给你们用，毕竟我不是你们的队长，没有义务管你们的死活。你说什么？一瞬间，三人皆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，就仿佛从来都没有认识过秋裤一样。我不是你们的队长，接下来就分道扬镳吧，走吧。今日这样的事情有一就会有二，我也一直都知道丧彪是个不安分的，之所以一直留着，不过是因为对方实力还不错，其实也是存了利用的心思。当然，两人也是各有所得罢了。早就该和他们分开了，他们就只会拖后腿，找麻烦。尤其是梁姨家那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和丧彪勾勾搭搭就算了，还有意无意的朝着我哥身边靠。还好我哥不喜欢这个女人，不然以后若是有这样的嫂子，我非得气死不可。现在有了剑影卡牌等东西，根本就不用再和他们一起行动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分开也是好事。就是祁东强有些可惜了，平日里挺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眼下的站错了队呢？这怎么会发展成这样？快点追啊！他们走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你不去，那我去。你这么着急做什么？难道没了他秋裤，我会保护不了你吗？大家一起才会更安全啊！你快放开我，待会追不上了。哼，有万能小店在，就算没有他们，我也不会有任何危险。而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，说不定以后能成为顶级异能者。你确定你不是看上秋裤了？之前一直让我再等等，该不会是把我当冤大头了，想要拿我当跳板，爬上秋裤的床，给我戴绿帽子吧？你居然这么怀疑我！既然这样，你还拉着我做什么啊？你放开我，我好去找他们去。你太过分了！虽然现在已经末世，但是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跟着你。我想和你在众人的见证下举行婚礼，然后再……哦，他是想嫁给我？好了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怀疑你的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我害怕。佳佳，我错了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会怀疑你了，你哭得我心肝都疼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保证。好，那你发誓你会娶我，永远都不会有其他女人。我丧彪发誓，一生一世只有梁一家一人，绝不会多看其他女人一眼，违背誓言就让我天打五雷轰。哎，你是不是傻啊？怎么发这么毒的誓啊？担心我啊？别担心，我不会喜欢别人的。讨厌，不许占人家便宜。彪哥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不是去找秋裤他们了？他们真的不要我们了？这可咋整？我跟丧彪根本就不是很熟，可现在总不能独自一个人走吧？哎，我是真没有想到秋裤居然是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过是想借用一下银卡而已，又不要他的，至于这么宝贝吗？亏我以前还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呢。谁说不是呢？
说到底，还不是因为现在有了这万能小店，所以才会这么果断的想把我们给甩开。之前留我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样说的。他今日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现在有小店在，以后谁强谁弱，谁又说得准呢？他一定会后悔今天的决定。事已至此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现在我们都能在小店里买东西，以后肯定都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现在去杀丧尸，那我们去哪儿？去石城。这里的丧尸早就已被黄店长给解决掉了，只能去城里面。可是昨晚烟花那么大的声音，那些丧尸恐怕又全都凑到一起了。我们就这几个人。刚才不是买了衣服和武器吗？现在不用，还想等到什么时候？就是不知道这东西到底用处大不大。我还买了剑影卡牌，那可是2阶，一定能护得我们安全的。我们要去杀丧尸，你待会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，乖乖等我回去，好吗？好的，那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放心，我还要娶你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就这样，4人朝着石城走去。队长，刚才那群人吵架了，分开了，看来也是些不成气候的家伙，不用管他们了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在此处站稳脚跟啊！站稳脚跟做什么？我们不是要去立恒基地吗？现在有这小店在，还去立恒基地做什么？也是哈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自然是在石城建立基地。那我们怎么才能联合其他人？慕言，你去寻找城内各处幸存者所在位置。老雷、新玉，你们俩继续猎杀丧尸。是，队长。那队长做什么？我说你能不能动一下脑子？慕言去寻找幸存者所在，队长当然要去找他们商量一下建立基地的事情。只凭我们4个想把基地给建起来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这不是杀丧尸，只要有能力就行。建立基地需要各方面的人才，否则的连房子都不好建立，更别提那么大的一个基地了。所以目前需要很多人，尤其是如果拥有土系异能者存在的话，咱们建立基地应该会更简单一点。说的也是哈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就这样，几人分道扬镳，开始忙碌。而此时的黄药师正在干一件对他非常重要的事。我就不信我赢不了，我单身20多年的手速还能打不过小学生不成？面对疾风吧！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其他人知道了这个地方。姐姐，不知道今天店里的吃的还够不够？反正买回去也是杯水车薪，上次买的吃的省吃俭用，依旧不够分的。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哥，你看那里。这是店铺规则：1. 不得破坏店中任意物品； 2. 不得在店内吵闹动手； 3. 莫要与店长多加攀谈； 4. 禁止讲价，概不赊账，免开尊口； 5. 蓄意抹黑店铺信誉者，杀无赦。好像昨晚没有这些规则吧？你们是要在店里动手吗？看来这规则昨天就有，只是我们来的太早，没有注意到。这家伙看起来温和，很好相处，实际上却笑着将人给算计了。还好我昨天没有头脑发热，否则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毕竟黄店长太强了，强到让人根本生不出想要反抗的心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昨日8点左右店铺就开门了，现在看天色都已经有9点多了，怎么还没开门？怎么还不出来？难不成是故意让我们等的？东强。两边都不好惹，我真是脑子坏了，跟着这人寄人篱下，死就死吧。黄店长，你特娘的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？慕言，这些人的神色都很平静，想来昨天我们来的晚，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看见的，才对于这么高的喊声毫不避讳。到底是什么呢？黄店长，快开门啊！我们要买东西。黄店长，这些蠢货，就算喊店长的同时引些丧尸过来，也大可不必在现在吧？这不是巴不得告诉别人，这家店不仅能买到好东西，还可以安全的杀丧尸，生怕别人不跟自己抢啊！这帮白痴！这样的女人，除了依靠自身的美貌之外，没有其他方式活下来吧？好美啊，队长你看，脏。突然看我，是不是看上我了？我就知道，凭着我这张脸，一定能让所有男人都败在我的石榴裙下。谁叫我长得好看呢？而且男人都喜欢我这样柔弱、坚强又善解人意的女孩子。那个黄店长昨天居然不搭理我，早晚会让他后悔。今日的我，你爱搭不理；明日的我，你高攀不起。简直是太辣眼睛了！你们几个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引来的丧尸，你们引来的，但你们不杀，那我们只好帮忙了。谁说我们不杀？我只是为了保证安全，想要将丧尸完全引到店前再杀而已。嘘！黄店长，早上好。第一，将店外打扫干净。黄药师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了田地里面，他看了看紧挨着向日葵不远的新长出来的小东西，轻轻笑了笑。黄药师看了眼面板介绍，便将5枚1级种子种下，最后捧着巴掌大的豌豆荚回到店前，发现一行人都在看他，他举了举手里的豌豆荚示意，便走进了店里。那东西是新的植物吗？密密麻麻的，密集症都要犯了，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。黄药师回了店里，将豌豆荚放到展柜里，自己从自动炒菜机里选了菜之后，便坐到收银台吃。奶奶的，昨天玩游戏玩到大半夜，困死我了。喂，表哥，你看那边。
这么困，是因为昨晚在杀丧尸吗？按照黄店长的实力，杀丧尸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，为什么会一副很累的样子？虽然众人心中各怀心思，可吃饭的举动却是越来越轻，生怕不小心将睡着的人给吵醒了。500积分，这东西太贵了。之前的豌豆射手也才100积分而已，500积分可是5颗金核啊！唉，黄店长睡着了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东西给拿出去，不付？还好，好像没听见。几人匆匆离开之后，店内便只剩下了彪子一行人。我觉得刚才那个家伙说的很有道理，不过他们也是胆子小，黄店长都已经睡着了，我们就算拿着东西走的话，他也不可能知道的吧？确实。既然这样，我再去拿些东西，你先出去把东西给佳佳，再进来拿。今天我们就把这店给搬空了。这么肆无忌惮的睡觉，是不是留有什么后手？嘿嘿。坚红的血液四溅，留不住就这样领了盒饭，可见其力气究竟有多大了。而第一则带着怀里的东西回了店铺里面，而彪子几人吞咽着口水，一时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队长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你和新玉继续去杀丧尸，慕言也去。啊，不需要继续寻找那些幸存者了吗？不着急，昨日找到的那些人，我还需要些时间去交涉。你们拿着东西去杀丧尸攒金核，异能的提升也不能落下，可能过不了多久，丧尸就又会提升了。几人离开后，好人静静的等待着。过了不足1分钟，秋裤几人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，他们也看见了他，目光中带着疑惑与防备。几位，稍等一下。你有什么事？别紧张，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跟你们商量一下而已。商量事情？你不觉得每次在石城与店铺中来回跑很麻烦吗？麻烦又能怎么样呢？为了活着也只能这样了。呵呵，确实。不过只要我们在店铺附近建立基地，所有的危险自然迎刃而解。你觉得呢？如果基地真的建成，就不需要到处跑，只需要在基地附近猎杀丧尸就行，而且还有安全的庇护所。在店铺关门之后，也不用为了回城而苦恼。至于吃的，只要有万能小店在，我们更不用愁，简直就是一举三得。想法不错，不过昨天你和我玩阴的，现在又来找我，不是又想给我设个陷阱吗？那自然不会。如果昨天你们真的入了我的圈套，那说明你们并不是我要找的人。边走边说。他们刚才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伙的，怎么现在凑一起去了？就在他们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后面彪子几人已经打了上来。看见黄玲丽几人，彪子眼睛一下子就眯成了一条直线。齐东强跟上来了吗？没有，咱们走的时候他在店里。呵呵，这小子是打算跟咱们分开行动了。要不是刚才的事，我真想现在回去废了他。齐东强，我一定让你为自己的选择而付出代价。这些人看上去很弱，如果抢了他们的话，应该能够获得一些东西。走，先回住的地方。想要建立基地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但我想有这小店在，没人会不愿意留下来。你要告诉所有人万能小店所在，你疯了吗？不然我为何许你们合作？我们实力够强，才能压得住那些人。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用考虑了，我同意。这种事没有不答应的必要，毕竟没有我们，他也会找其他人。到那时候就落在了被动的状态。若是真能建成，那自然是大好事一件；若是建不成，也没什么损失。那你跟我走吧，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去。放心吧，秋哥那么厉害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咱俩赶紧去杀丧尸吧，等到基地建立起来，人就多了，没有足够的金核，可抢不过那些人。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完全可以大范围猎杀丧尸，刚好试试2捡物品的能力。那我们快走吧。佳佳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杀丧尸。短短2天不到的时间，就从一群人变成了2个人，我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人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行，我可不想成为丧尸。你确定这里会有人吗？当然，4楼的员工室里藏了5个人。之前烟花声引走了不少丧尸，有人会回到这里也不奇怪，毕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不是吗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用在丧尸身上可一点也不恰当。那些家伙都是没脑子的，他们不会思考，只会听见声音就追。不过好人到底是怎么知道4楼藏有人的？身上有吃的吗？这一阶的兵器确实好用，走吧。一路上遇到的丧尸皆被2人给解决掉，很快他们就来到了4楼。怎么办？卧槽！就算是想要向里面的人证明我们的实力，也大可不必这么嚣张吧。这4楼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丧尸，他这一敲不说4楼了，就是5楼、3楼的估计也得朝着这边转悠。
这他妈谁呀？外边的丧尸那么多，自己活够了就死一边去，别来连累我们啊！外边的人这是疯了吗？战斗力还不错，这还没用异能呢。我知道里面有人，不用害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哈，你来救人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人能信才奇了个怪了。妈的，来救我们，真当我们是傻包子不成？你说什么我们就信，引来这么多丧尸，还救我们呢？想带我们一起去见阎王爷，还差不多。若是丧尸都解决了，你们还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去救别人了。你还不动手，是想等我死了吗？大人有何吩咐？你有2阶，解决这些1阶丧尸应该不在话下吧？哎呦，这剑影的速度太快了，应该足有我的2倍。不仅如此，实力还很强，就像是砍西瓜一样，一刀一个，简直是 so easy。2阶就能够这么强大吗？这可是足足50只丧尸。所以这是手中无剑之后就不会打架了，把剑给他用。接剑。片刻后，剑影将丧尸全部解决。好了，把晶核全部挖出来。丧尸全部死亡，给你们2分钟考虑，要不要跟我们走？想不想活命？里面的几个人面面相觑。刚才外边的打斗声，他们听得很清楚。现在确实没动静了，但敲门的人却还活着。难道真的是来救我们的？可是在这末世中，真的有这么好的人吗？既然都已经这么强了，为什么还要找我们？这不是明显的杀猪盘吗？再不出来，我就破门而入了。不是说好2分钟后我们不出去就离开吗？怎么又突然来这出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们尽管百般不愿，却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打开门数字。想和你们谈个合作，不过这里不是个说话的地方，待会去别处详谈吧。好。而另一边，黄药师醒来以后，继续吃着红烧肉和馒头。要不晚上把米饭也给解锁了吧？宿主，你可算睡醒啦？怎么了？我睡觉时发生了什么吗？是的呢，有人想要白嫖，被第一解决了。哟，没想到我开店这么多年，竟然遇到这种人。宿主，要不您看一眼任务？现实任务：3天之内解决怂恿顾客不付账的罪魁祸首，奖励200经验值。200经验值还挺多的，看来系统确实是生气了。就这样，一直到了晚上，再没有客人出现。黄药师回头看了眼躲在墙角畏畏缩缩的祁东强。黄店长，要关门了，我这就离开。第一关门。虽然很想在这里休息，但丧彪如果真的对我动手，我又能在这里躲几天呢？我必须要自己闯出来一条路才行。我要去杀丧尸。而此时的黄药师躺在床上，用10积分解锁了米饭，又用30积分解锁可乐与雪碧，最后目光落在了1级宠物蛋上面，需要2270积分来解锁。在末世中，人手1只宠物，存活率应该会更高一点。确认解锁。昨天没睡好，今天要睡个好觉才行，毕竟天大地大，睡觉最大嘛。现在我只有一个人，必须要为自己谋条出路。在这末世，没有晶核很难活下去。祁东强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是1阶，武器也是1阶。不仅如此，之前留不住死后，丧彪急着离开，并没有去搜查。后来祁东强跑出去，在留不住身上找到了5枚晶核、1个铁棍，还有张卡，里面不知道还剩下多少积分。也难怪柱子想趁黄店长睡着的时候就把东西带走，毕竟身上的积蓄不多了，而店里的东西却越来越贵，我们哪里能消费得起？这前2天的烟花声，难道没有把所有的丧尸都吸引过去吗？怎么这里还有这么多的丧尸？待会如果有危险的话，就靠你救命了。哎呀，完了！我操，这植物怎么变异了？主人，我好饿。什么好饿？你压根不需要吃东西好吧？就是嘴馋。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养的宠物都是个吃货，想吃什么自己拿去。谢谢主人。店长，这是昨晚那个人，似乎腿瘸了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勒出来的。你快死了。好不容易跑回来，我还不想死。黄店长，你这里不是万能小店吗？有没有药？我不想死。我昨天杀了很多丧尸，我有晶核的。还真没有解锁药品，不过现在解锁也不迟。黄药师用100积分解锁了止血药、止痛药、纱布和绷带，然后又用200积分兑换了1节疗伤药。有，自己去看吧。祁东强一颗紧绷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，连忙去拿药去了。结好账，他坐在角落里先服下了疗伤药、止痛药，之后才开始包扎伤口。
这伤可不是丧尸造成的，也就是说外边出了变故，会是什么呢？接下来祁东墙上完了药，大家也陆续都来，几乎一个照面，几个人都愣了一下。这伤明显不是丧尸造成的，这是发生什么了？他不是和彪子他们在一起了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这是？我昨晚去杀丧尸来着，但谁知道植物居然变异了，根本没防备，这才……如果不是剑影卡牌及时救我，我早就……不过那棵大树得有2阶，剑影被缠住了。竟然连植物都变异了，以后从植物旁经过也需要更加警惕才行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过人没事就已经是万幸了，在这末世中能保命就已经很好了。要知道，祁东墙可是一个没有异能的人。能麻烦你帮我拿点吃的吗？需要什么？我想吃肉，嘿嘿。店铺里这是又出新东西了，黄店长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。说吧。我是想着店铺距离我们石城有些太远了，来去有些不方便，打算在附近建一座基地，不知道黄店长可否能给些意见？建个基地就代表着人流，店里的顾客便会越来越多，这是好事啊。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就行，我没什么意见可给。多谢黄店长了。黄店长怎么说？让我们随意。那就好，这边确实多了一些东西，可乐、雪碧，不仅有纱布和绷带，还有药。哦，这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。备些药和吃的，我们要加快行动，之后几天就先不过来了。之后，他们直接买了1000个馒头，外加1000碟咸菜，还准备了300瓶水。我刚才看到了1级宠物蛋，不知道会不会是黄店长那种小宠物？1级宠物蛋就在那边，需要500积分。现在晶核需要留着备用，等过2天你自己来买吧。心玉。我看上面的介绍是打开就行，大概就如剑影卡牌那样，打开后就会出现一个小家伙吧。这鸟好可爱啊！你这不是鸟穴吗？怎么是鸭子叫啊？这颜值和叫声严重不符。这宠物是什么品种？亲，这只是1级宠物蛋而已啦，不存在什么品种不品种的，只是最普通的种类，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小动物。当然了，它们也是有特殊能力的。懂了，就是垃圾。别叫了，以后你就叫大辉吧。队长，这名字是不是太难听了？他明明那么可爱。那你说叫什么？小灰灰也比大灰好听多了，好吧？竟然咬我！这家伙好像是认主的，刚才好大哥捏他会，他都没啄他哎。确实，这只是1级，那以后再出来2级、3级呢？像御兽师那样，身边宠物成群，打架直接实现群殴，谁不想？而且还是一群绝对忠诚、永远都不会背叛的伙伴。奇怪，怎么梁一家他们今天没来？还有一伙人今天也没来，确实奇怪。店铺里一下少了这么多客人，我的积分入账的数目都少了很多啊。而说曹操，曹操道：“深话的话音刚落下，门外就跑进来了一个人，竟然在我店里哭。黄店长，有事？昨天有人跟踪我们，杀了好多人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夜里在城里躲了1天才。所以。那可是你店里的客人做的事情，用你店里的东西杀人的，整整45条人命。如果不是剑影卡牌，如果不是你，那些人根本就不会死。这句话一出，整个店里都寂静了下来。哎，这孩子，你的意思是我害死了他们？难道不是吗？林丽姐死了，陈大哥死了，孙哥他们都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自己实力不济，买不起比别人手中更厉害的东西，就要服弱，而不是怨天怨地。说到底不过是你们太弱了罢了。如你们这般，即便没有遇到这种事，也早晚会死在其他人手里。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，就是你害死了他们，他怎么能说出来这样的话来？大家能够活下来，就要互相帮助，才能够走得更远才对，否则丧尸越来越强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此刻的丽丽睁大双眼，双手在半空中胡乱的挣扎着，试图挣扎开着窒息感。可是她的前方空无一物，她就好像是被无形空气给控制住了一般。她费力的张大嘴巴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始终没有发出一个声音来。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最初他们来到这店里的时候，就有2人死在了黄药师的手中。临死前给你上一课，弱肉强食，尤其是末世中，你死了只怪自己瞎了眼。一言不合就会杀人。黄店长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不，我没有。弱肉强食，你卖东西是帮我们能够更好的对付丧尸，他们被杀那是技不如人，跟黄店长怎么可能有关系？对，第一，把尸体扔出去，这里的客人真是麻烦，不识好歹的人还挺多的。等一下，刚刚应该没有哪里说错话吧？别紧张，不违反店规者在店内绝对安全。不知黄店长有何吩咐？只要我们能做到，必然义不容辞。能和店长交好，那是天大的好事。
顿时间，半空中出现了一个透明的屏幕，屏幕中播放的正是彪子昨日将东西交给留不住，让他先出去，自己去店内继续挑选东西的画面。这家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居然在见识过黄店长的强大之后，还敢做出这样的决定来。不过确实不傻，知道让人当替死鬼。黄店长怎么会有这些画面？这里还有监控，这里可不像是有监控的样子，而且网络早就不能用了。不过黄店长的手机还能玩游戏，好像这种事情就不稀奇了。完了，我和他们之前是一伙的，黄店长会不会也找我麻烦？丧彪教唆偷盗店中物品，你们谁知道他住在哪儿？我们不知道，不过黄店长想知道，我们回去便全力调查。我知道，我之前和他们是一起的。那个我昨天没和他一起，还不知道会不会换地方。既然这样，你跟他走一趟。切，这人身上的血腥味不仅特别难闻，还胆小如鼠。这是在让我跟上他。秋哥，我去吧。刚才祁东强对我们没有任何隐瞒，让我们提前知道植物的变异也算是一种帮助。谢谢，哎，真后悔，之前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居然会因为一点积分就和秋哥他们离了心。将事情安排给了豆豆，黄药师便不关心这些了。应该不会有客人了，上楼追剧去了。怎么感觉今年夏天格外的热？该不会是因为末世的原因吧？我感觉这得有20多度了吧？不能吧，这才刚4月份呀，这才刚夏天，以后只会更热吧？日子不好过啊！要是屏息异能的话，肯定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。加快脚程回去吧，那些人估计要等急了。就这样，他们加快了速度，只可惜好景不长。他似乎和其他的丧尸不太一样，他好像一早就知道咱们在这里。不可能！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这丧尸也太逆天了吧！这丧尸好像不对劲，快用剑影卡牌，武器给他们。这他奶奶的，起码有200多只。这些丧尸为什么会有规律的围在这里？之前的丧尸除了被声音吸引之外，什么时候这么大规模有秩序的出现过？而且还成包围圈的状态。啊，他们为什么冲着我们来了？这些丧尸长眼睛了不成？队长，我们怎么办？等剑影来救我们应该是来得及。不，来不及了，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。虽然剑影很强，但是按照如今的情况来看，就算剑影们脱身过来救我，还是很可能会再次被丧尸给击住。这次的丧尸群一开始就不对劲了，我去解决那个古怪的家伙，你们拖住。不行，那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家伙，也不知道是几阶，咱们还是稳妥点的好。队长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加入战场，还是来得及的。但我们不能保证不会引来其他丧尸，到时候若都是现在这样，我们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。慕言，让剑影别管丧尸，掩护我对他动手。是。他的异能居然是隐身，这简直就是保命神器啊！放弃身边所有丧尸，攻击最后方的那只。这剑影已经够强了，这只丧尸居然强大到动都不动一下，就能兵不见刃的杀了他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已经3阶、4阶了？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？这个时候我如果转身离开，应该并不难，但如若就这么走了，一切就全没了。只是2阶，那他是怎么做到让剑影毫无反抗之力？又是怎么让这些丧尸听话的？难道丧尸也和人类一样会拉帮结派吗？剩下的丧尸留在那的剑影应该都可以解决，这次真的太危险了。我觉得我们需要准备1辆车，这样的话也不会这么危险。很可能是我的伤才引来这么多丧尸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新玉，你和老雷把东西先带回去。好的，队长。等等，店长的宠物哪去了？哦，这些人这么嗨，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那么点丧尸都快把他们弄死了，居然还敢在这里休息。要不是我的任务还没完成，才懒得管他们的死活。快跟上！而就在他们刚离开不久，有一只足有3米高的丧尸出现在之前待的地方，身影高大，一双垂在身侧的手臂犹如长刀一般。就是这里了，就是前面那个小区3号楼1单元2楼202房了，我们现在就过去嘛。这个人都快死了，还强撑着给我指路，还怪拼的，也不知道在图啥耶。我操，这就算是狗路过都得被踢一脚。小点声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口嗨呢？他自己踢他自己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尸体不晚一下可惜了。有道理。哈哈。
这身份如果不是知道你俩刚才在干嘛，还以为你们吃屎了。别说我俩了，怎么还不进去？嘘，仔细听，我好心收留你，在这住一晚，你居然敢勾引我的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放屁！你长得丑的跟个如花似的，佳佳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你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！妈的，老子今天非得打死你不可！哦，好，几天不见就发生了这么有趣的事情，难怪豆豆感兴趣。俩人打了没？谁赢谁输？里面都着火了，那俩人居然都没出来，还在打。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，房子着了啦！佳佳，你没事吧？我操！好家伙，这是有多舔狗啊！都到了这个份上，还有心情关心他呢。你给我等着，出去了再跟你算账。谁怕谁？你把佳佳给我放下来！就你这脏手也配碰她？好家伙，这俩人玩的可真花。梁一家确实很好看，可是现在又不是末世前，好看有个屁用啊！那能当饭吃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来做什么？好，你个祁东强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什么好人，跟某个白眼狼恩将仇报的人一模一样。有些人真是没个自知之明，平白惹人厌。你们别吵了，你也别胡思乱想了，我们俩真的没什么，他就是不小心碰到我了。他年龄小，性子又傲，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当真。这个丧彪肯定威胁他了，否则他怎么可能会放了我不要，反而跟着他？这次就算了，再有下次别怪我不客气。好了，你先放我下来吧，他受伤了，我给他疗伤。疗伤？他觉醒异能了。佳佳昨晚可是刚觉醒了治疗异能，怪不得这俩人争得脸红脖子粗，还不愿意放手了。这要是换一种情况，搁我们身上，我们也争啊！那可是治疗系的异能。就他做什么？他昨天可是直接和我们不告而别了。这种人救了也是浪费你的能力。你说什么呢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而且他还是我们的朋友，之前不告而别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救人也总不能白救，对吧？我昨天为什么离开？他们自己做的不清楚吗？为什么说的像是我背叛了他们一样？不用了。你好了，不需要什么报酬的，我只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你的伤口给我看看吧。你放心，我虽然刚觉醒1天，但治疗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。他确实很善良，应该是真心想救我，就当是我请你治伤吧。好吧，本来只是想在众人面前展现一下我的实力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嘿嘿，万能小店虽有吃的喝的，可没法给异能者们提供治疗啊。但是我能让你们小看我。哼，佳佳就是人太善良了。哼，要是佳佳不善良，今天你能站在这里嚣张不成？恩将仇报的狗东西！靠，你们想打一架是吧？别以为你们人多，我就会怕你们！我操！干他娘的！老子特么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整天拽的跟个258完似的。咦，我他妈来了！这可是黄店长指定的罪人，我这是帮黄店长做事。就这，俩人用王八拳直接将彪子干嘛？你们找死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怎么这么臭？废话，我俩刚才用手掏丧尸脑子，能不臭吗？没想到这生化攻击还怪好用的，把一个异能者熏成了这样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刚才彪子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被打了个正着。但他俩一点也不慌，生化甚至还专门把手往他嘴里塞去。哎呀这生化看着干干净净的，居然这么变态，这么重口味。别把人弄死了！他居然说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只有传说中的神兽才能够口吐人言吧？嘿嘿，豆豆哥，这家伙需要我们帮忙送回店里吗？送到店里？送到什么店里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可从来都没招惹过你们。不好，快跑！跑！这世道到底是怎么了？之前还只是一阶丧尸，2阶丧尸，现在却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这奇怪的丧尸。昨天就是因为这家伙我才受伤的。一瞬间，在场便只剩下了地上躺着正要爬起来的彪子以及豆豆。不要！救命！这帮人还真是麻烦。他是怎么跑下来的？绑起来！不想死就给我滚！你们非得要害死我才高兴吗？而就在此刻，彪子发现自己整个人都动弹不得，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被绑起来。你干嘛？你在狗猫叫什么？你在猫叫什么呢？带着他跟我走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刚才都展现了自己的能力，可他们到了现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？不应该拉我入队的吗？没有我，他们要是受伤了，找谁治去？
那只小狗好厉害，刚刚那丧尸多半是被他杀了。若是有这样的小宠物在身边的话，嘿嘿，佳佳姐，那些人是什么人呢？还有那只小狗是？都是之前认识的，只不过彪哥和他们之间有些误会，所以才。至于那小狗，我也不清楚。这样啊？是的，我们现在跟上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发现什么。姐姐，怎么了？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，彪哥8成是回不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若不是还有你在，我恐怕他一个冰系异能者应该能保护好我吧。那我们说好了，以后姐姐可就是我的人了，人家还没谈过恋爱呢，你可不能辜负我。这我们才刚认识，这不太好吧？可是我喜欢你啊，第一眼就喜欢了，你还救了我，难道是我不帅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还是离你远一些好了，省得惹姐姐厌烦。别走，姐姐，我答应你。我就知道姐姐一定也是喜欢我的，别不好意思说嘛。你别说了，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去找他们，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。总共有270枚金盒，因为那只奇怪的丧尸是我杀的，而且为了牵制那只特殊的丧尸，我这边损失了1名剑影，所以这次我们拿大头，总共145枚，剩下的125枚秋裤你们仨分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没有，很合理。你离我们远点，别跟我们说话。你们难道不需要有人治疗吗？我虽然没什么战斗力，可疗伤还是可以的。还有阿南，他是冰系，实力也很强的。实在是抱歉，我们已经有治疗系了，一个队里2个治疗系，怕是会闹出什么矛盾来。小姐还是另寻高就吧。这女人之前还跟着丧彪，这才几天，人被抓了，她连担心不担心，转眼就跟其他男人这么亲近，进了我们的队伍还不给我搞乱套了。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好可惜，队里明明就没有治疗系嘛，而且我们有万能小店，可其他人没有啊，搞不懂队长为啥拒绝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你刚才在干嘛？为什么不管我？对不起啊，刚才我想事情有些入神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是不是那些人欺负你了？他们。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报仇的。也没什么，就是说了我2句，不是什么大事。那也不行，欺负你就是欺负我，这件事你能忍，我也忍不了。看来是真的在思考问题，并不是故意不管我的。呵呵，冰系异能的强者一定要好好利用，比丧彪强太多了。这傻女人真是好骗啊！治疗系异能拥有者，你是我的了。黄店长，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什么也没做，为什么要抓我？看来你并不诚实啊。偷东西的是留不住那个蠢货做的，跟我无关啊，我都是付了积分的。对，我有金盒，我是你们店里的客人，你别杀我。胆子这么小，还敢跟人商量偷店里的东西？你要买东西啊？对，我买，去吧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就这样，没过一会功夫，彪子就抱着一堆东西来到了收银台前，把卡和身上的金盒全部放进去了。这些东西一共用去了整整3300积分，卡里仅剩不足10积分。嘿嘿，虽然积分花完了，但是只要能够活下去，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等我出去了，我再去找那些人算账，尤其是生化和慕言那俩人。王店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可没说过放你走。你系统抽筋扒皮，让他慢点死，受点折磨。好的哦。救命！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搞了，我的金盒都给你了，我保你。太可怕了，以后就是死也不能打店里的主意。黄店长，我的伤痊愈了，谢谢黄店长。不用谢，一场交易罢了。洗完澡的黄药吃，回到房间，一边查看今天的收获，一边听豆豆讲述着今天的所见所闻。临时任务已经完成，经验值已然到账。宿主要升级店铺吗？会解锁新的玩法哟。多少积分？打折了，不要998，不要998，只要9998，全部带回家。在哪儿学的广告词？学得好，下次别学了。可是那是我在网上翻了好久才翻到的，都说有用的。升级。好的，积分已扣除，店铺升级成功。当前店铺等级2级，已解锁异能训练室，请宿主自行查看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，我亲爱的主人。训练室跟我关系不大，看不看也没啥必要。倒是外边多了些新的异形丧尸，对我的客人有很大的威胁啊！哎，这末世确实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客人虽少，但死得快啊！解锁些新东西吧。而此刻门前的祁东强并没有睡得着，并不是担心危险，而是太热了。哎，真怀念以前开着空调吃着西瓜的日子啊！什么声音？难道有丧尸？大人，回来了就好。昨天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谢谢你。
死之前只记得我的命令，强撑着将得来的金盒送到我手里。虽然剑影只是一个死物，是用来保命的底牌，可他却用生命在黑夜给我撕开了一道光芒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好难受啊！如果我今天回来的之后就赶紧购买东西去救他的话，他也许就不会有事了。你好，请让让。这是新来的，欢迎光临。谢谢。他还会开口欢迎，我们来了这么多次，也没见他欢迎我们，为什么这个人第一次来就这么受欢迎？我们有什么不同啊？黄店长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看来在我没来的这几天，这里又有了不少新品。从外边进来，屋里就凉爽了很多，也不知道这些凉气是哪儿来的。若是能住在这里就好了。二阶物品居然多到这种地步，而且还是各方面都有，堪称齐全。接下来，齐德龙开始购物，先后买了1级宠物蛋、烈焰剑、警惕钟、防护罩、治疗毛毛熊、1阶疗伤药、止血药、止痛药、绷带、纱布，来回几趟，很快就在收银台前摆满了。我的天，这到底是来买东西的，还是来进货的？店长，怎么没看见之前的小植物？行了，现在有了。齐德龙很快根据介绍选好了自己需要的东西：5个土豆地雷、3个巴豆、3个坚果、5个豌豆射手以及3个花生射手。结账的时候，齐德龙直接取出了一大堆金盒放入机器里面，直接把齐东强看傻了。这也太富了吧！这人到底有多强，才能有这么多金盒啊？这么多，怎么着也有100颗了吧？最终的价格是7100，折后总共花费了5680。昨天山上摘的，特地带来给你尝尝。哟，桑葚还真是我缺少的水果类。有想要的吗？牛奶。这几天若还有水果，可以拿来跟我换。好，谢谢店长。看来店长是不想跟顾客沾上半点关系啊。也是，有人情就有往来，交易就交易，起码有利就不会结仇。对了，店长，我看那边有个小房间，那是做什么的？那是异能训练室。现在能用吗？跟我来。1阶训练100积分，2阶训练200积分，3阶训练400积分，以此类推。要使用将卡放在门锁上，门便会打开。不错，又到账160积分。而另一边，齐东强今天的目的也很明确，直接用手里的5枚金盒买了张剑影卡牌，看着上面熟悉又陌生的黑影。同样的事情一定不能再重演了。大人，用吃东西吗？走，买点吃的。我吃不了。那你有名字吗？剑影。吃完饭，他想到之前好人他们给剑影换武器事情。烈焰剑斩买不起，但1阶的兵器还是能给剑影备上一个的。接着齐东强又用3枚半金盒买了个大力毛毛熊。付了账，他带着剑影和大力毛毛熊离开了店铺，直奔昨晚出事的地方。那棵变异树差点害死我，今天咱们要算算账了。欢迎您，异能训练即将开启。系统，别逼我删你。真是的，我不就是皮了一下，将本应该出现的丧尸加了那么几倍吗？给我介绍下这个训练室。异能训练室内部时间流速是外界的2倍，也就是说，外界1天，里面就是2天。而训练时需要使用异能战斗。这训练室目前是1级，最多能同时容纳10人训练，每个人在不同的空间里，互不打扰，不会危及到个人安危。解决这些丧尸有奖励吗？想白嫖你就直说，什么奖励不奖励的？我呸，没有啊，亲爱的宿主。2阶对1阶果然还是有着绝对压制力的。继续。好的，宿主。而与此同时，因为异形丧尸的出现，好人和秋裤也来到店里购物。秋裤第一件事就是给妹妹秋衣买了个宠物蛋。没办法，谁叫我这妹妹喜欢呢？接下来两人又购买了其他新品，包括防护罩、治疗毛毛熊、警惕钟、15个豌豆射手和土豆地雷、17个坚果、花生射手、巴豆、5张剑影卡牌和大力极速毛毛熊各5个。结账的时候，秋裤本想单独付宠物蛋的账，不过被好人拒绝了。转瞬间，二人带着11个毛毛熊回到了住处。你们回来了，哥。回来了。之后我们会把路清理出来，最好是明天就出发去城外。今天你们好好休息，明天干活的时候要是有人偷懒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好队长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们能够有口吃的全靠你们，绝不可能偷懒的。就是这城里丧尸这么多，只要有了基地，咱们就安全了，哪能偷懒啊？我们有事要忙，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。
你们觉得接下来应该怎么行动？我听队长的。俺没啥想法，全凭队长做主。我们可以兵分两路，一队继续在城内和其他人接触，另一队外出清理道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确定好建立基地的地方？之前我去看过，已经确定好地方。那么接下来就由我和令妹一起继续寻人。老雷带着2只剑影留守此处，你带着其他人去清理路线，慕言可以帮忙带路。你觉得这样如何？可以，在城内要听好大哥的话，不能任性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会给好大哥添麻烦的。倒是你在外边更要小心一点才对。别担心，今天店里有不少好东西，我们都很安全。接下来，好人和秋裤兵分两路，开始按计划进行。这毛毛熊可真靠谱啊，一路过来都很顺利。好大哥，咱们要去哪栋楼啊？就是那边了。把这名土系异能者拉入伙之后，接下来就只寻找些年轻力壮的普通人就行了。好大哥，问你个问题呗。行，你问吧。好大哥，末世前是做什么的？我啊，开了家小公司，不过现在什么都没了。这样啊，大家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。不过怎么好像在石城没听说有姓郝的老板？那好大哥，咱们建成基地之后，有黄店长在，应该会一直活下去吧？会的。与此同时，由秋裤带领的一行人从城内直接杀到城外，可谓是一路横飞，甚至都不需要出手，只凭剑影和几只毛毛熊便能将丧尸全部解决。大家也别闲着，该动手也动手。如果别人也拥有同样的道具，拼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实力。居安思危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轻视人性。走路的时候注意点，植物也有变异的。好在这一路上树木不多，他们并没有遇到异变的植物，只是到了距离目的地还有几百米的时候，他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。速度不够，数量还够，把植物种上。不得不承认，秋裤的安排非常。100只丧尸硬是没法近了他们的身，而就在这时候，不好，警惕钟响了，那就意味着来者最起码也得是3阶，或者是大量的2阶。那是蜜蜂！我操！这么大，谁家的好蜜蜂长这样啊？秋哥，这些蜜蜂该不会都是2阶吧？这得有几百只吧？看来继植物变异之后，动物也变异了。关键这些道具根本打不到这些蜜蜂。待会让剑影他们将这些蜜蜂引走。既然有这么多蜜蜂，肯定会有蜂蜜。我这就去找找蜂蜜啊！这可是黄店长那里都没有的东西。哎呀谢月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以前捅马蜂窝的时候，我哥他们都会用衣服蒙头蹲下不动，好像说这样马蜂就会把人当作牛屎，不会蛰人的。你也知道那说的是马蜂啊，可这是蜜蜂好吧？没想到平日里话不多，一脸冷静的新月，居然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。很快，大部分蜜蜂就被剑影和毛毛熊引走，原地只剩下了10来只蜜蜂，像是无头苍蝇一般四处窜。别躲了，快帮忙！好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植物就算了，人家好歹不能动，我们只要不靠太近，就不会有什么危险。现在倒好，动物也来凑热闹，一个破蜜蜂都变得这么离谱，到底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我们赶紧把这件事情解决，回去告诉队长。等慕言和剑影他们回来，我们就回去。几个人一边挖着金核，一边等着慕言回来，一共收获了5颗2阶金核，100多颗1阶金核。看看这是什么？队长呢？ No， 在那边呢。好大哥，你把我的花花吓到了。不觉得很有趣吗？哼，哥，你们没遇到什么危险吧？那你看我像有事的样子吗？好了，别皱着个眉，都快成小老太婆了，头发都让你弄乱了。不过我们这次出去有个不太好的消息，动物也变异了。老大，你们也碰见变异的动物了？一只1阶变异狗。哦，那还好。我跟你说，老大，我们这边都遇到啥了？一开始我们带着剑影、毛毛熊所向披靡，什么危险都没有，就是在靠近终点的时候遇到了一群丧尸狼。然后等他说完，一向温和的好人神色也难得严肃。如果是其他变异动物，倒不是很麻烦，可偏偏就是天生会飞行的动物才让人头疼。队长，我知道了，当务之急是建立基地。你和老雷先带人在周围拆些砖头装车，明天一早就出发。是。金玉，你和申化带几只毛毛熊去准备些水泥。好的，队长。秋一，好大哥，你别支开我。你去守着食物。你打算怎么做？连夜灭了他们，多等1天就多1天的不确定性，绝不能任他们成长。这么快就做出决定？如果我是这个领头人的话，绝不会这样选择。好人确实很有魄力，那些蜜蜂最少也有200-300只，我们手里的植物对他们基本上造成不了什么伤害，想解决他们怕是有点困难。要是早知道会这样，我们没2把烈焰剑也不会这么被动了。我们不是有刚买的防护罩，准备些火把。你的意思是？
防护罩是用来保护我们不受外界伤害，方圆50之内的人都会被保护在防护罩之内，其他东西无法进入。但这次我打算将蜜蜂和我们一同困在其中。放心，问题不大。你堂堂雷系还怕几只蜜蜂不成？也是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总不能等他们来找我们，到那时恐怕什么都来不及啊！那就准备出发。主人这是怎么了？从异能训练室出来之后，就一声不响的来到沙发上挺尸，受了什么刺激？好饿，但主人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，还是饿着吧。店长，这异能训练室还挺有用的，我之前出来的时候没看见你，就又进去了。有用是有用，不说别的，只2倍时间流速这一点，就足以让所有异能者为此趋之旁骛。但也确实有些废人，受了什么伤都不会有事儿，在里面也不会死亡，但身上的疼那是真的一点都不给消除。这异能训练室内丧尸的数量是成倍递增的，最重要的是只能使用异能，就连普通的攻击招式都无法摆出来。我先回去了。真想在店里住一晚，付积分都行，但黄店长看着有点吓人，还是快点离开的好。奶奶的，以后再也不进异能训练室了，又累又困，走一步都懒得走。豆豆，背我回房间。而门外，西德龙刚走了2步，我操！对啊，治疗毛毛熊，不知道能不能缓解疼痛。治疗。原来这人还是个好人啊！谢谢。不客气，这治疗熊好像有点蠢啊，不过看来是只能治伤，并不能缓解疼痛，否则这蠢熊就算再蠢，也不至于把治疗用在别人身上。唉，实在太累了，在这里休息一晚算了。那个大佬，能不能帮我给剑影治疗一下？给剑影疗伤，这人脑子被门给夹了。这是我在变异植物那得到的果子，我用这个跟你换，可以吗？治疗。反正帮了一次了，也不差这一次。而且这样的果子，说不定真有什么用。用1枚果子来换给剑影治疗，这只剑影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？治疗熊的熊掌中有白光闪过，然后直接贴在了那个剑影的身上。片刻，他回过头来，呆呆的摇了摇头。看来是不行。哎，嘿嘿，终于报了仇了。这树上的果子应该是好东西，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其他植物。这个剑影恐怕也存留不久了。而另一边，好人和秋裤带着9个剑影，拿着火把来到了白天的地点，就是这里了。当时蜜蜂是从那边飞来的，我让剑影和毛毛熊引开了他们，现在或许已经回去了。等一会吧，这帮蜜蜂闻到这熟悉的味道，100%会来。奶奶的，一会可要注意了，要是被折上一下，恐怕3阶都得饮恨。来了。蜜蜂的第一目标还是地上的蜂蜜，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，他们的窝就是被这俩人给破坏了，顿时愤怒起来，点火。一时间，蜜蜂的嗡嗡声络绎不绝，10来个人提着火把，可谓是群魔乱舞一般。小样，有防护罩在，我看你们谁能跑出去。我操！不是说蜜蜂这种生物，后4针被扒出来之后，连带着内脏也会拉坏，然后活不了多久了吗？现在这是什么情况？变异之后是不能再以常理来看待了吗？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！实在太疼了，这可比末世前的那些普通的马蜂折起来还要疼好多好多倍。我他娘的，早知道我也弄只这样的鸟多好，好疼好疼！奶奶的，这么畜生，躲着小灰灰专门可我盯。有毒。接下来，好人给秋裤检查了一下，确定没有大事，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应该是那蜜蜂刺针有些微麻醉的作用，只是秋裤实力不弱，所以才没有那么早晕过去。这次还多亏了他，不然我们俩要是都昏迷在这里，一夜过去，说不准尸体都没了。唉，为了基地的事，这次确实有些着急了。快看！这是什么鬼丧尸，居然跑得这么快！大爷了，跑太快，根本甩不开啊！就在大家都担忧不已的时候，好人已经让毛毛熊和剑影下去拦住那只丧尸。
这最起码13阶丧尸，这些丧尸也成长得太快了些，以我们目前的实力，根本不可能解决得了。3个剑影随时都会消失，毛毛熊太呆，不能配合着行动，秋裤还在昏迷，打不过，又绝不能让他一直跟着，希望他们能拖住他吧。他们走了，应该是的。那我们现在不杀丧尸了，先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大姐他们。他们都已经离开10城了，我们没必要跟着他们了吧？人家有小店在，拿什么跟他们斗？可是他们杀了我们的人，大姐特意让我注意一下这边的情况，如果不去通知的话，被知道了，那就……我也是担心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我们虽然人更多，但……没事的，我们只要把事情传达回去就行，其他的不用我们管。大姐不是说过了，我们想干嘛就干嘛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他们那些东西是哪来的，你难道不好奇吗？如果我们能得到同样的东西，内城会发展的越来越好，说不定过段时间就能恢复到灾变之前的繁荣呢。还有那只小狗狗，应该是变异种吧？那我们回去吧。好，你先去老七那边洗澡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那我去了，你快点回来啊！我还没走呢，这就开始想我了。哎呀，你快松开我，待会让人看见了。好，等我。进来。不跟你那新小女朋友调情了，怎么有时间来我这了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想找个跟你一样优秀又同样一直单身的男人，你倒不如单一辈子算了。我看你小子是皮痒痒了。表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皮了。说吧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那些人走了，开着车离开了10城。他们走了是好事，接下来让底下的人加快速度，收拢城内其他幸存者。表姐，他们手里可是有很多神奇的东西。神奇？能与人交谈的黑影，如火雾一般的抱枕熊，还有一群能够攻击丧尸的神奇植物，还有家柜子里的一件衣服。我特意试验过，单独的一阶丧尸很难破防。如果我们也有这些东西，还愁在这末世中活下去吗？你去通知老六，追踪他们的踪迹，我去找我爸商量一下。好。你那性子收敛点，和其他女人保持点距离。要是梁一家因为这事跑了，我可不饶你。安啦，我现在可只有他一个。嘿嘿，虽然你是我表姐，但那条小狗我要定了。这都快中午了，咋还不开门呢？快要饿死我了！大佬，你有没有听见？有人疯了一样，开着个破3轮车到处乱跑呢！还这店里凉快啊，在外边待的我都快热死了。照这么下去，真是要热死人。系统，下次店铺再升级，给我把这椅子换成躺椅。好的，坐都坐不住。呸！又在心里骂我呢。没有，宿主有需求，当然可以随便提啊。店长，什么事？我想问一下，店长知道这是什么果子吗？20积分，2阶变异树果，对异能有所提升，可直接食用。这个店长需要吗？不需要，苦。费了老大力气才得到的东西，对自己没用就算了，结果连在这换个东西都不行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能觉醒异能，我就不能呢？这些天来店里的客人很少，看来这个世界上普通人的占比还是比较多的。虽然贵了点，但给普通人一些动力也是不错的。系统兑换异能觉醒技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没有羊哪来的毛？还是得广撒网。而此刻的祁东强丝毫不知道自己成为了一只羔羊。总不能一直在店前待着，想办法找个住的地方吧，先备些吃的。异能觉醒技，这不就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吗？异能觉醒技，这可是异能觉醒技啊，还是100%的觉醒异能。如果我能有异能的话，就不会再这么被动了。虽然看着很多，但可以靠努力获得就行了。黄店长太良心了。祁东强当即就将身上的金盒全都倒在了桌上，一个一个的数，还有18枚金盒，卡里还有200多的积分，总共就是2000多的积分。拼一拼，单车变摩托。想到这里，祁东强不再犹豫，他又拿了2张剑影卡牌，3把1阶长剑，1只极速毛毛熊，1阶疗伤药1瓶，2个止痛药和止血药，4盒馒头2瓶水，总共2022积分全部花完，准备接下来几天就带着3个剑影和2个毛毛熊一起猎杀丧尸。不成功变成人。店长，这里的东西可以用其他东西换吗？只能用金盒吗？除了金盒，金子也能换成积分。金子，这年头金子这玩意儿不值钱了，大家吃都吃不饱，哪里还会去管金子不金子的？城里的那些金店里一定有很多金子。多谢店长。这就是孟兰那小子说起的神奇物品。
哪来的？要不是梦楠给了10枚金盒，我真不想跑这么远。是梁姨家的气息，他来过这边，他一个治疗系，手无缚鸡之力的，来城外做什么？他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？这里竟然有个小店，还万能小店。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万能小店在的话，怎么还会有这超淡的漠视？这就是梦楠那小子说起的神奇物品。兄弟，等一下。这人不去店里吃东西买东西，喊我做什么？有什么事吗？兄弟，你这都是在店里买的吗？需要什么才能买？这里的店长怎么样？梁一家的气息尽头就是这个小店，所以他肯定是进去过。他明明知道那些东西是哪来的，这几天却从未跟我们说过。原来这人不知道这店里卖的是什么东西。这里是万能小店，店长是个很好的人，里面有很多神奇的东西，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真的有这么好？你爱信不信？怎么现在大家的脾气都这么暴躁了？我就是谨慎一点而已，有什么错吗？看来这里的店长不是很好相处的样子啊。哎呀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！现在的温度怕不是都已经达到30摄氏度了，这里竟然这么凉快。哈哈哈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这是真的。抱歉，有点太激动了。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哟，来羊。来客人了，可别是个眼瞎的，不然我的果汁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手。卧槽，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食物汗水！哎呀豌豆射手、土豆地雷、剑影卡牌、毛熊、警惕钟、防护罩，居然还有一人觉醒技！我真的不是因为太热了而出现幻觉了吗？这简直是人间仙境啊！店长，这些全都是真的吗？真的是可以用金盒来兑换？看说明，1阶金盒100积分，2阶金盒200积分，3阶金盒500积分，4阶金盒1000积分。除了这些之外，1颗金子1积分。哇，这是个会员卡吧？吃饭，我要吃饭。太爽了！这玩意儿谁他妈研究的？倒下去我就搅了吧太过瘾了！哎呦，还再来一口！哎呦我去！我这也太好吃了！这真是正经东西，好好吃！这馒头就像是刚出炉的一般，简直做梦都不敢想啊！没想到今天成了真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不过既然是这样，倒是可以多加利用这店里的商品，加上梦兰给我的10枚金盒，我一共就有23枚。先买些东西。就这样，铝合金拿了3张剑影卡牌和2瓶逆阶疗伤药，加上刚才吃的东西，一共花费1908积分。店长会一直在这里开店吗？嘿嘿。真是个神奇的小店，现在可以确认，梁一家一定知道这里，但他不打算把这个事情告诉柳如烟他们。这次出门的目标是追踪那些开车离开的人，可不能毫无收获的回去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铝合金就看见了2辆汽车，还有人在搬砖。除此之外，在车的前方有几个人正聚精会神的用拧成了墙体。这些人是在建立房子，这应该算是小型基地吧？这些人可真敢想，不过这不正是我的机会吗？老六回来了，总算来了，让我们这么多人等这么久。探查消息这么慢，这么多人凑在一起，如果不是梦楠，我们还不知道要热成什么样子。嘿嘿，他这能力确实是太鸡肋了，人又怂，这老六之名实在是名不副实。都给我闭嘴！进来吧。大姐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找到那些人了吗？找到了，不过外边实在太热了，而且看他们只是停下来休息，我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，你就给我们带了这么个没有用的消息？他们人多，万一被发现了我就死定了。我不想死，我真的不想死。怂包。是我怂包，我没用。既然我这么没用，为什么不是你去追踪那些人？为什么你在这满屋子的凉气中享受？是因为你更没用吗？你找死！有本事你就动手来弄死我啊！我的实力虽然不强，但我的能力就是没有人能代替得了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外出确实是比较辛苦，三哥你也别生气，他们确实人多，而且实力不凡。等到哪天这小子派不上用场，看我怎么折磨你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就由我跟老六一起再出去一趟。不，我不去，我才刚回来，都还没来得及休息。这次有我在，不会再热着你了。不，我不去。再给你10枚金盒总行了吧？这不是金盒不金盒的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你们俩一起去吧。大姐，我真……小小你姐姐。我知道了。你也知道大姐她脾气不太好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这件事却没做好，要戴罪立功也是应该的，不然没法交代。不过你放心，大姐不会动你姐的。谢谢，我知道的。知道就好，还没吃东西吧？我带你吃东西去，然后再出发。到底要不要把店铺的事情告诉他？不行，不能告诉他，他
他是柳如渊的表弟，有什么事情一定会说出去的。被柳如渊知道的话，万能小店的事情就等同于公诸于众了。那我之前暗中做的事情不就白费了？而且还会害死我和姐姐。这些人成天就知道欺负我，不把我当回事，绝不能给他们机会成长。他们停在了哪里？别看他们车是往山那边开的，实际上是故意做给其他人看的。他们绕了一大圈，反倒是汽车往相反的方向去了。果然能活到现在，没一个简单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你，还真找不到他们在哪儿。那是自然，我别的不行，但这双鼻子绝对是没得说。接下来还得辛苦你。不辛苦。对了，你刚才说的金河，给答应你的事，我什么时候食言过？谢谢。剑影一定要成功啊！大人请吩咐。这是我和我姐姐的照片，我要你偷偷潜入救她出来。好的，大人。